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我听说老爷子最近一直把邢杰带在身边，亲自教导。我还以为你人逢喜事精神爽呢。本来就是铁板钉钉了，教书非要横生枝节，做些多余的事儿。我听说这次宴会请的人很多，老爷子一向低调，这么大张旗鼓的，是要把邢杰继承人的身份公开了？大差不差。 煎熬的日子总算到头了。去年我真是焦头烂额呀，老爷子突然查账，把陈年老账都翻出来了，上上下下一片人心惶惶。莫东的事情我跟你提过吧，都去双园好几年了，也被牵连了出来，后来直接进去了。这档口啊，我也不敢冒他。好事，老爷子反腐风暴。 以后邢杰接手，正好亲老师见。嘿，自己人都进去了，不说了。双远的事情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2期扩建款一直不到账，老爷子因为这事儿对你印象不太好，全靠兄弟给你顶着。哎，前阵子资金实在是太紧张了吧？我这边再缓口气。哎，你们新派的副总不是已经把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吗？ 在如今光伏这情况下，能弄到钱，这人倒是有几分本事。你笑什么？听着你好像不知道新派的副总是谁。谁呀？我那大外甥林宇森，他去了双园，10月份就去了。你对双园也太不关心了。我没关注这级别的人事调动。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？你这么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他自请去的苏州，离开了集团，这不是好事。自请去的？你跟我那外甥到底有什么牵连？上次问你又不说，有什么事情可别瞒着我。哼，我跟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牵连？我就是接连坏了我们的合作，有点注意到他了。 喝酒，喝酒。倪总啊，春节快乐！ 盛远之前派了一个副总到双远，我没太注意是谁。你去打听一下，这个副总的能力怎么样？还有，个人生活作风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事？好的，倪总，等您没上班，我马上去查。等什么上班？立刻给我查！是。哎。 陈远，我们逛完了，等你来吃饭啊。不吃了，直接回无锡。
聂叔叔好。我真想跟你说，要不要回家吃？过年在外面吃多了，回家吃顿简单的最舒服。我给你下碗面，煎个荷包蛋，弄点青菜。不过你回家不能立刻躺着，我给你买了一大堆衣服鞋子，你得乖乖都试了。无锡也不是没有这些牌子，做什么在上海买啊？搞这么麻烦。无锡的货没有上海多嘛，我想帮你多挑挑啊。你过完年就得大会小会、大宴小宴的，后面不是还要来参加盛老爷子的寿宴吗？上海人最讲究派头了，咱们的衣服鞋子都得是最新款。啊，对了，聂远还给你买了新年礼物呢。是用他自己赚的钱。他自己赚的？对啊，他跟着朋友学投资做生意，赚了点小钱，一直说要谢谢你呢，说是跟你接触多了，才开了窍，学到了点皮毛。你跟的哪个朋友？做什么生意？苏州的一个朋友，他家里开厂的，他自己开了个买手店，我投了几万到他店里，每个月分我好几千呢。女孩子开小店蛮好的，不过你小打小闹赚点钱不容易，别乱花。我什么东西都有啊。这些朋友要不是聂叔叔的关系，我根本认识不了，所以肯定要谢谢叔叔你的。孩子的一片心意，就别推三阻四的了啊。这袖扣是我跟他一起选的，回头寿宴一定带上。从聂远这件事情，我才知道，你平时那么重视经营人际关系是多么的重要。很多赚钱的法子，不是跟你们一个层次的人根本不会知道。程远，以后要是有机会，多带带聂远，让他长长见识，多认识点人。怎么，聂远想跟我一起去盛老爷子的寿宴？我不想。我就这么一说，哪有这个意思啊？从小到大，就是你心眼多。不过啊，幸亏你心眼多，不然怎么能发这么大财呀？你给我买的这些东西，上次给你打的钱是不是都花光了？不要紧的，我本来也花不了什么钱。回头我再给你打一笔，你也给聂远一些。朋友开店掏个几万块钱入股，算什么样子？小家子气，丢了我的脸。你说的也是，聂远啊，他乖得很，不敢在外面打你的旗号的。春节快乐！抱歉我来晚了。过年好。我过年的时候去长白山了，带了一些特产小零食给大家。你去那么远的地方过年啊？我跟家人一起去的。爸爸，好玩吗那边？挺好玩的，就是特别冷，零下20几度吧。哎，怎么说，小聂？林总对方案怎么看？我年前就把2个方案给林总了，对比了优缺点，他十分赞成我们挑战一下难度，建一个示范性的 BIPV 建筑。林总真有眼光。不过我们之前的设计方案主要是为了估预算，比较粗糙，接下来就得先把主体建筑的设计稿修改确定下来。麻烦花总你们也同步出一个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方案，我们好做一个详尽精准的预算。预算
嗯。万一精准的预算又贵了一点儿，老板不会看了之后吓跑了吧？我们林总还不至于那么胆小，而且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把控成本的，把价格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那就好。你放心吧，林总高瞻远瞩，看到了 BIPV 广阔的应用前景，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就却步的。而且他说了，虽然BIPV 的爆发期不知道何时到来，但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不管前景在哪儿，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起来。我还说了什么？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，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，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？你以前开会说过，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，还要关注亚洲、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。我一琢磨，我们成天说什么西北战略，那中东也是到处沙漠，日照强烈，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。我这叫举一反三，归纳总结。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安到你头上，你难道不满意啊？你这叫画饼。我这叫调动积极性，鼓舞士气。资金方面呢，我过年的时候请教了一下老妈，她给我提供了几种思路，我决定都跑一跑，问一问，还麻烦林总帮我和后勤采购部还有财务部的老大们打个招呼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。不行，你现在就说。你有拖延症，你之前说要借我书，到现在还没影呢。那是因为书都在上海，我这次才带过来。好，我现在打。喂，陈总，关于厂区的光伏花园，喂，童总，喂，吴总，任务完成。这就对了嘛，干嘛一会儿打呢？2分钟的事儿。谢谢老板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这么客气，不用送的。你看看外面，难道你不知道今天下午有部门主管会议？他们刚刚接电话的时候不会都在一起吧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还好还好。今天是新年的第1个工作日，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又长1岁了啊！过去的1年里，大家都不容易啊，但幸运的是，我们双远并没有倒下，依旧逆着风往前走。公司2期厂房的工程进度也比想象中更加顺利。丁总，3月底可以竣工验收了吧？是的，土建已经在收尾阶段了，很快就能进入验收流程。设备方面呢？上午我们刚和设备供应商确认过，设备也能按时进场。那情况理想的话，调试生产线后5月新的厂区就能够投产。要有信心，今年的国内市场，尤其是西北电站项目，依旧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，以及我们的品牌战略，还是要坚定地推行下去。你就不能把书带到公司吗？还要我亲自上门来拿？我带了很多书过来，你不要挑选一下。我是不是该制定一个规则，一次只能借2本，看完了再过来借？那我去苏州图书馆好了，人家都没有这么小气。你买了这么多书啊？其实买了更多，不过品质良莠不齐，这些都是我挑选过的。你全都看过啊？我看书快，大致翻阅了一下。还有光伏企业家的自传。难免有修饰的成分，不过他们都是上个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胜者。
看看对过去10几年光福的起起伏伏，可以有更直观的了解。映照他们如今的状况，也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地方。我帮你搬到桌子上，地上凉。啊，不要不要，有地暖，没事的。我喜欢坐在地上，舒服。那你慢慢挑，我去厨房看看。我不吃饭，过年我都吃胖了。哪里来饭？陈阿姨还没来。苏州图书馆一次也只能借5本吧？你再说，我跟盛阿姨告状了，最后一天我可是加了她微信的。怪不得我觉得你年后嚣张了一点，原来是有了靠山。嚣张？我有吗？有啊，不过我觉得不错，请继续保持。那是你的错觉，我文明温柔讲道理才不嚣张。既然你不舍得多借，那我就先拿这几本吧。为什么你书房一直放着一碗黄豆啊？上次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。有深意吗？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想象力不错。是用来做复健的，锻炼手的准确度和灵活性。啊，你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手部动作，也是复健。你是说这些动作吗？对。复健据说都会很疼。现在不疼，一开始很疼，有时候会生理性流泪。你这是早餐吗？啊，算了，你不要说我白拿你的书，等一下我请你去吃上次那家馄饨吧。现在，你不是说要节食？我变卦了，毕竟最近又是动脑又是动腿的，还是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。哎呀，走啦。我来拿吧。不要你。正常生活没问题。你忘了，我还接过某个从天而降的人。好吧。对了，过年前你说要请我和应届雨花吃大餐，还算数吗？当然算，周6。可以啊。你怎么才请我吃饭就要收巨额利息？那会儿你自己说的。那你明天请我吃什么？你是要先在我这里吃回本吗？
确定还是这家施工的话，谈个合适的账期应该不是难事。谢谢吴总，我们现在还在设计阶段，我就是先找您来了解一下情况，等后面方案定下了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向您请教呢。你尽管问，别怕麻烦。你毕竟是从我们财务部出去的，现在这么受重用，我也高兴，肯定尽力。谢谢吴总。林总明天晚上请我们吃哪家呀？不知道，你挑贵的。懂了，那今天到我们宿舍吃菜叶子吧，提前节食。爸，喜光，马上元宵节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无锡？我去接你，一起吃个饭。我这周不回无锡，我跟妈妈说过了。过节你不回来？妈妈说她有点别的事情，而且我刚好约了同事周六晚上吃饭。什么同事？公司同事啊，不然还能有什么同事？叶总，双远空降的副总经理叫林宇森，之前是盛远投资拓展部的经理，10月份到双远的。他上任后锐意进取，工作上口碑不错，不过在个人风评方面褒贬不一。据说他刚上任不久就调了一个财务部的女员工到自己手下，还曾经一起出过差，有办公室恋情的嫌疑。那个女员工我们确定过了，她姓聂。行，你不回来，我去苏州找你。明天中午，中午我有个饭局，下午我去你公司接你。哦，好。那就这样。什么事这么急？居然来苏州找我？这家，还是这家？火锅这家评分很高，但是雨华一个成都人，他说他不吃辣，离谱。粤菜这家评价也不错，环境也好，吃完还可以逛逛。我和雨华一致选粤菜啦。我到你公司门口了。最近工作顺利吗？还行。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，你的上司是林宇森，而且还被他从财务部调到他手下？你也没问过。我去年工作太忙，没顾上这些。我前几天才听说的。我还听说一些不好的传言，是真的吗？你不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很莫名其妙吗？有什么不好的传言？你说清楚啊！这个林，是不是林宇森？你晚上跟他吃饭，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吗？这可不行，你赶紧跟他分手，我马上把你调到别的公司去。首先，你不要乱动我的手机。我跟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喜欢这么被命令。什么你的事我的事？你是我的女儿，我的独生女儿。我抚养权归妈妈。我知道你气我，可是你是我女儿，我难道还能害你吗？你现在年纪还小，不知道人心险恶，多少人盯着你的身家财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喜欢我的人都是因为钱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
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那你多虑了，林宇森不是这样的人，而且他自己就很有钱。他有钱？他有什么钱？他只是盛先民的外孙，没有继承权的。他以前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，现在他起码也是公司的高层，没有继承权又怎么样呢？那钱够用就可以了呀。林宇森也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。他不是野心勃勃的人，哼！他们盛家的子孙就没有一个不是野心勃勃的，只不过有的没能力，有的没那个命。林宇森没有那个命，但是你有。他在盛远这1年多，不知道给我下了多少绊子，年纪轻轻就能让我吃暗亏。西光，你怎么可能斗得过他？你只会被他卖了，还帮他数钱。我在商场这么多年，看人难道还会有错？他这个人外表冷酷，笑里藏刀，10个你都不是他半个对手。你以为他在苏州就心甘情愿？他是以退为进，伺机而动，现在还找上你当跳板。也是我疏忽了，我只知道他离开盛源总部，没太注意他的动向。不对，西光，他就是冲着你来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的中心思想不就是人家看上的不是我，而是你的财产吗？你到底是在诋毁林宇森，还是贬低我呀？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如果人家真的是因为你的财富看上了我，那不是比看上我的外表、性格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更加牢不可破吗？毕竟爸爸你银行里的钱才是万岁万万岁。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他追过念源，前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。于总的宴会你也去了，不过你发脾气早走了，还记得吗？他当时是陪盛先民去的，宴会后他跟别人说他对念源有好感，念源知道后就邀请他来无锡赏梅，结果他开车过来的路上就出了车祸。这些事情要不是念源告诉我，我根本不知道。西光，你现在看明白了吧？他就是看上我们家能给他带来好处。马念源他只是我一个比较熟悉的小辈，他都趋之若鹜，更何况是你？你是我亲生的宝贝女儿。我不信。小姐，到了。小姐，到地方了。啊。给，谢谢。
不是说我去接你们，怎么自己跑过来了？难道提前要去餐厅踩点？餐厅现在可能还没开门，但我们可以先过去，在附近逛逛。林医生，我有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刚刚去见了我爸，他说你聂总，他来苏州了。他说我什么？你认识马念元？这人是谁啊？你果然不认识。但是爸爸何必撒这种一戳就破的谎？同样的，林宇森也不会做这种无用的欺骗。到底是哪里不对呢？聂总说我认识。这倒奇怪了。是很奇怪。我爸的事情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你是指略有耳闻？所以，马念元算是我爸的干女儿。我爸说，你们在前年冬天于总的宴会上认识，然后他邀请你去无锡赏梅。你说什么？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？怎么会是我？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啊。2年前1月份，我们在于总宴会上见过，我和外公一起去的。你仔细想想，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有吗？你回国了吗？现在在哪里？我马上去找你。跟我来。去哪里啊？宋江。出来。兰森，你过来通知我，好让小子扫踏相迎啊。邵佳琪，西光，你怎么跟雨森在一起？邵佳琪，2年前我车祸前，你是不是打了个电话给我，让我去无锡？怎么又提这件事儿？我对不起你一辈子，我知道。那天你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，再重复一遍。天哪，
求你饶了我吧！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我早知道那女人是这么没品的人，我根本不会给她牵线的。我已经跟她断绝往来了。我告诉她你路上出了车祸，她居然看都不去看一眼。行了，你只要把你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。我哪里还记得？那好，我复述。 你确认我说的对不对？那天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，你打电话跟我说，来无锡呗，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。我说，你还有这闲心？谢了，大可不必。是不是这样？兄弟，你记性太好了，是这样没错。不是我记性好，车祸后。 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，把这些话想了无数遍。然后你说，上周你不是参加我老妈的 party 吗？人家美女对你一见钟情，今天碰到她，她主动提起你，想要你到无锡赏梅呢。这美女不骗你，倪成远的女儿。 那时候不是才回国吗？那女的装得可怜兮兮的，我就被她误导了，以为那是聂叔叔的私生女。最近才知道真相，我一直犹豫，要不要跟你再提这件事。老天，你们怎么会搞一块儿去？你不会远约你的是聂曦光吧？不是，你不会对人家打击报复了吧？我送你回去。对不起，以前没关系。我可能需要自己待一会儿。 我
不生疏，爱才不那么仓促。昨天下的雨停了吧？今天暖阳正浓。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。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？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